寡妇婆婆竟然怀孕了，还和我同一天进了产房。醒来后，我眼睁睁看着女儿变成了儿子，我暗暗笑了一下。之后，我尽心尽力养着儿子，小姑子却在婆婆和老公的虐待下艰难求生。22年后，老公年老卸任 CEO， 儿子接任公司第一天，婆婆带着小姑子来了。她说孩子当年报错了，想换回孩子。老公疯了，我却笑了。3岁时，儿子陈朝阳要和陈倩一起去上幼儿园。朝阳穿着板正的小西装，陈倩却穿着破破烂烂的小背心，对比鲜明。陈倩，你别去幼儿园了，家里离不了人，你想看着咱家人都没饭吃，我把你带回来就是大恩大德了，还指望我养你一辈子？赶紧做饭！婆婆声音尖锐，揪着陈倩耳朵就往厨房走。陈倩小小的身子够不到灶台，费力地搬来小马扎站上去，艰难地做着一家人的饭。我视而不见，啪嗒一声，碗摔在地上，碎片四溅。陈倩一个不稳，从小马扎上摔下来，跌坐在碎片上，哇地哭了出来。所有人都看向她，婆婆脸色难看，举起扫帚就往陈倩身上打。小贱人，干点活都干不好，你知道这碗多贵吗？陈倩抽泣着，不敢停下，怕继续挨打。婆婆对她的乖巧很满意。半夜起夜时，听到阳台有闷哼声，我走过去，看到浑身伤痕的小人儿，浑身通红，脸颊滚烫。陈倩大概是贪恋我的靠近，下意识抱住我手臂。妈妈，我冷。我身子一顿，收回手，叫醒陈鹤龙。我声音淡淡，陈倩烧得厉害。陈鹤龙不耐烦，暴怒，他发烧跟我有屁关系？等他妈管他！蒙头接着睡，还嘟囔着烧吧，烧死最好，反正也是野种。我耸耸肩，提醒过了，其他与我无关。第二天中午没饭吃，众人才想起陈倩。陈倩已经昏迷了，婆婆嫌恶地踢着躺在地上的人，别是死了吧？真晦气，又怕沾上人命，把人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说再晚来一客人就要烧傻了，失血过多加上伤口感染，很危险。孩子是 Rh 阴性血，得亏血库里有，要不这么小的孩子真就没命了。我脸下眉眼， Rh 阴性血，陈家没一个这种血型。婆婆慌了，声音着急，医生搞错了吧？我是 O 型血，这孩子怎么可能是 Rh 阴性血？医生扶扶眼镜，又不是母亲一个人决定的，父亲是这个血型也可能遗传。婆婆偷瞄我一眼，松了口气。我轻笑一声，真巧，18岁，集团出现财务危机。陈鹤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婆婆把全家人叫来，开紧急家庭会议，集团有危机，咱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提议让陈倩去联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陈倩。10多年的虐待，她长得不好看，面黄肌瘦，营养不良。她怨毒的目光扫过众人，声音嘶哑凄厉，做梦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为你们联姻。我没说话，婆婆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揪着她头发往墙上撞。有种你再说一遍。咚咚声震天响，陈倩额头冒血，在墙面上留下痕迹。我垂眸瞥一眼陈鹤龙，他耐心快耗尽了。陈鹤龙一摔杯子，大步走到陈倩面前，把她狠狠摔在地上。我们老陈家养你这个野种这么些年，是时候回报陈家了。我一转身，对上陈倩求救的眸子，我先回房间了，陈家的事你们决定就好。余光里，陈倩眼里的光灭了。10天后，陈倩被捆绑着送到隔壁别墅，和她联姻的老头60多岁，年纪大爱玩重口，就想找刺激。路过王家时，别墅里远远传来陈倩的恐怖叫声。我从未停留，直到有一天，朝阳突然找我，妈妈，小姑姑她，我们能不能帮帮她？我目光茫然，下意识回答，别管闲事，惹了你爸，公司可就没你的份儿了。回神后，我望向朝阳问，怎么突然提到他？你就吓他了？他目光躲闪，不敢对视。我养他这么些年，哪能不懂呢？推开朝阳，径直往他屋走。妈妈，我屋子没收拾啊。此刻，房门内的少女与我对视，陈倩双目满是警惕和恨意，不合体的兔女郎衣服露出大片肌肤，我看到她身上满是鞭痕和各种伤痕。我收回目光，她警惕道，你要把我送出去吗？我无所谓地摊摊手，我不管闲事。她懂了，垂下眸子不说话。好久，她出声，谢谢。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她在家里藏了好多天。陈鹤龙和婆婆的暴怒让家里气压低沉。午后，重物落地声打破寂静。什么声音？陈鹤龙警惕地看向朝阳房间，快步推开，一眼看到躺在地上的陈倩，揪着陈倩的手青筋暴起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老头给我们找了多大麻烦？老子可不是做慈善的，不能无条件给你擦屁股。原本就虚弱的陈倩只能凄惨地笑笑，连手都抬不起来。这一次，不论朝阳怎么求情，陈鹤龙的动作都不停。第二天，陈倩要见我，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躺在地上的陈倩，气氛沉寂。好久，她
他打破宁静，目光带着希冀。我用一个秘密换你救我好不好？我没答应。下人闯进来，用床单一卷就把陈倩扔去隔壁别墅。我听见陈倩讥笑的声音：何瑶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心想，怎么可能后悔呢？我绝不会后悔。22岁，4年过去，陈鹤龙卸任 CEO， 朝阳接班。上班第一天，婆婆就带着陈倩上门了。她大喊着要我出来，何瑶，把我儿子交出来。当年在产房抱错孩子了。陈鹤龙被婆婆叫来，婆婆一把将被关了4年、瘦骨嶙峋的陈倩推到我面前。陈倩太瘦弱，直接摔倒在地，小小一团缩在那里，让人看着心疼。她目光如死水，对什么都没兴趣了。陈鹤龙冷喝一声：“妈，你带她来干嘛？”晦气！我看到陈倩目光闪了一下，嘴角勾起嘲讽弧度。婆婆说：“鹤龙，你可得给妈做主啊！当年妈和你媳妇同时进产房，她生的是赔钱货，却换了我儿子。”陈鹤龙僵在原地，婆婆后面说啥他都没听进去。半晌，他回神，猛地看向我，凶恶的眼神死死瞪着我，一把揪住我衣领：“你换了我女儿要她儿子！”瞬间，脖梗处传来强烈窒息感。我盯着他，艰难地说：“倒也不算是我换的，只是没制止而已。”陈鹤龙的拳头狠狠砸在我脸上，血顺着嘴角流下。我笑了。疯子！他咒骂一声。陈倩一声轻咳唤回他的思绪，他僵硬地转身，同手同脚走向陈倩。女儿面对陈倩的笑容，他手足无措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阴郁的眸子让笑容显得瘆人。陈鹤龙尴尬。下一刻，陈倩冲到陈鹤龙面前，刀子直接捅在他身上。陈鹤龙惊呆了，他唇边划过一抹血痕，脸色苍白。为什么？陈倩笑了：“你们陈家人都该死，身份改变也改变不了我受过的苦难，你们永远欠着我。”他拔出刀子，企图再次补刀。陈鹤龙捂着伤口，快速躲开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疯了吧你，我是你爸。”陈倩不停手，陈鹤龙反手抢过他手中刀子，可陈倩攻击不停，一味躲避只会让自己伤上加伤。他狠下心，面对再度袭来的陈倩，手中刀子快速插进他胸口。陈倩倒下那一刻，陈鹤龙情绪彻底爆发，眼泪止不住往下落。女儿，他凄厉的声音格外清晰。我看向两人，陈倩目光涣散地扫过我，她说：“那个秘密，我还是不想说。你后悔了吗？”我摇头。她苦笑一声，吐出一口血：“也是，你大概是知道的吧。女儿，你别说话了，坚持住好不好？爸这就送你去医院。”陈倩垂眸，救护车来得很快，可医生只是检查一下就放弃治疗了，病人已无生命体征，死了。陈鹤龙跌坐在地，面色苍白，神情满是后悔和恐慌。我也瘫坐在地，眼泪不知何时布满脸颊。结束了呀！陈鹤龙疯了，他失神地环顾四周，最后目光定在我身上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脖子就被他死死掐住，窒息感猛地袭来，我脸色涨得通红。可陈鹤龙丝毫没有放过我的意思，都怪你，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女儿不会这么凄惨。何瑶，我要你给我女儿偿命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要死了，一股大力硬生生把我们分开。朝阳挡在我身前，怒视着陈鹤龙，自己做人不行，被亲生女儿记恨，你怪谁？有我在，谁都别想伤害我妈妈。我嘴角露出一抹笑意，眼里却落下眼泪。朝阳把我护在身后，婆婆瞪大眼，满是不可置信。她一把推开我，目光希冀地看着朝阳。朝阳，你看看我，我才是妈妈呀！此刻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陈鹤龙脸色骤变，似乎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朝阳眸子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，一把推开他。你可真够恶毒的！如果不是你，现在所有人都有完美结局。一瞬间，我笑了。警察来了，陈鹤龙被带走，婆婆被朝阳赶出家门。偌大的公司没了陈家母子的容身之所。朝阳抱抱我，妈妈别担心，现在谁也不能害我们了。我沉默许久，我嘶哑着嗓子开口：“你不觉得我恶毒？”朝阳摇头，没说话，也没问这么做的意义。我心里诡异地达到某种平静。10多天后，网上一条热搜悄悄爬上来：何氏集团现任董事何瑶重男轻女，用亲女儿换亲小叔子，错位人生，导致亲女儿被虐待多年，最后自杀身亡。我只看一眼就知道是谁的手笔陈鹤龙，这件事里的完美隐身者。一时间，集团股票大跌，闹事的人一波接着一波。让人意外的是，陈鹤龙和他妈第一次没矛盾，一致针对我。下班时，我和朝阳被人团团围住，一群人愤怒地指控我不配当母亲，瓶子垃圾一股脑朝我冲来。朝阳脸色一变，直愣愣挡在我身前。短短片刻，奶茶和垃圾就沾满了他身上。这总裁也是既得利益者，要不是这女人，他当不上总裁。人群中一句话，所有人的攻势更猛了。
他们拎棍子，拎板凳，砰一棍子，眼看要落在我身上。朝阳挡在我身前，还不等他说话，人群外冲进来一人：“你们疯了！这事儿不是那个女人搞出来的吗？打我儿子做什么？”我一脸担忧地看向朝阳，他眉眼中还带着宽慰的笑，冲我微微摇头：“妈妈，我没事儿。”我一脸寒霜地站出来，冷眼扫过在场众人：“谁让你们来闹事的？别说你们看不惯我们母子俩，我真想送你们进去也是可以的。”众人神色带着几分心虚，他们互相对视，瞬间四散逃离。我叫来保安，所有人都被老老实实地带了回来。他们一脸沮丧，似乎对眼前状况诸多不满。自己人见还问。我目光凌厉地扫过去，一眼看到藏在人群里的陈鹤龙，我上前一把将他拎出来，啪一巴掌甩下去。陈鹤龙懵了：“何瑶，你疯了！”我没停手，接连几个巴掌下去，陈鹤龙这才回过神想反抗，可被保安死死控制着。他只能愤怒地吼：“何瑶，你真毒！先害我女儿，又要害我，你是不是想要我们的命？”我手一顿，停住了，抬眸对上陈鹤龙的眼神，我很认真地说：“是。”陈鹤龙愣住了，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我。陈鹤龙脸色变了又变，声音愤怒：“果然，你就是个毒妇！你要为那个奸夫铺路是不是？”我笑了，双手搭在他肩膀上，膝盖狠狠一顶。陈鹤龙惊叫出声，而后痛苦地蹲在地上哀嚎。我眼神中带着几分嘲讽：“你是不是忘了何氏集团姓什么？这是我何家的产业，你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家伙。”他目光一闪，梗着脖子道：“那我也是你丈夫，陈倩也是你女儿。”我却让秘书送来了一个文件袋。哦，你真当我不知道？陈倩的资料都在这里 ，RH 阴性血，你我可都不是。他一下子僵住了。可是他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吧？我骤然将文件袋狠狠地摔在他头上，里面的资料纷纷落下，一张锋利的纸划过陈鹤龙的脸颊，泛起丝丝血迹。他下意识将纸张接过来，看着上面的照片，脸色大变。看清楚了，这可是你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吴美丽呢。真巧，她是 RH 阴性血，拿我给你们当生育工具呢。我揪着他衣领，双目仿佛要喷火。这一刻，陈鹤龙真的慌了。他抿唇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我狠狠摔下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当年我为了多方求证，找了医院大夫，找了当时你们在病房里的监控视频，需要我给你放出来吗？见他不说话，我也没停下动作。陈鹤龙和吴美丽的对话声从手机里传出来：“陈哥，你真的确定这么能行吗？万一他发现怎么办？”陈鹤龙笑笑，将吴美丽揽在怀里：“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反正孩子在他肚子里出来的，他能察觉到不对才有问题呢。你放心，等我们的孩子拿到何氏集团的绝对控股权，立刻就甩了那个女人，和你结婚。”看着他面色惨白，我笑了，真有趣。把这些人都送到警局吧。我淡淡的和保安说着，人群中终于有人忍不住了。他正脱开保安，一下子冲到陈鹤龙面前，拳头死死地砸在陈鹤龙脸上：“你就是个渣男，就你这种人在网上带个屁的节奏啊！如果我们被关进去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好。”众人听言，一哄而上，陈鹤龙被拳打脚踢，我这才带着朝阳悄然离场。我让人把今天的澄清视频放到网上，这一次澄清，何氏集团岌岌可危的名声总算恢复了一些。我还开了直播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。而陈倩被虐待的罪魁祸首婆婆也没能逃脱这次风暴。网友问：这陈倩怎么也算是她孙女儿？她怎么可能会虐待？一切都是你胡编乱造的吧？我也来了脾气，挑眉道：想知道，带你们去看看不就好了？我直播的手机没断，带着人浩浩荡荡来到一处小招待所，10块钱一晚上的那种。陈鹤龙和婆婆正在房间里争吵。陈鹤龙：我是你妈，要么你去把吴美丽住的疗养院退了，带我找个房子住下，要么你就把身上所有钱交给我，从此以后我不干预你任何事儿。我嘴角扬起一抹笑，骤然推开房门。陈鹤龙和婆婆瞬间暴露在大众视野里，他们同时看向门口的我，我稍稍招手，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：嗨。婆婆一看我就怒不可遏：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，你凭什么霸占着我儿子？你这个贱人！我挑眉，果断看向一旁的陈鹤龙：莫，这人不是在这儿吗？朝阳是我儿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婆婆怒了，一下子扑过来，掐着我的脖子：他算个屁的儿子！陈家老头在外面养小三儿，让我养儿子，我恨不得掐死他！一句话，场面僵住了，众人一阵唏嘘。哦，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看好戏似的看着陈鹤龙，他愣住了。大脑反应好久才回过神来，愤怒地盯着婆婆，声音颤抖不止：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故意虐待我女儿的。婆婆见已经自爆，索性不藏着掖着了，摆烂地往床上一坐：对呀，就是故意的，那丫头长得真够像你的，跟你那贱人妈一样，让人恨得牙痒痒。这么虐待她，
让我有种报复后的快感。我忍不住吹了声口哨，真精彩！愤怒的陈鹤龙转头将全部目标放在婆婆身上，两人扭打到一起。我笑着把这一幕留作纪念。婆婆到底不是陈鹤龙的对手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我趁乱帮着婆婆揍陈鹤龙，很快她就被打得不能动弹了。我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两人，果断带众人离开。当晚网上闹翻天了，井号贵圈真乱，井号豪门换子风波，井号被当枪使了，井号一晚上的发酵，陈家母子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我没有继续坐以待毙，找了个时间来到疗养院。床上的女人病弱，但保养得很好。这么些年过去，她依旧姿色不减，由此可见，这些年陈鹤龙把她养得有多好。我目光落在她身上，迟迟没挪开。吴美丽睁眼了，她看向我，嘴角往下一撇，一副不悦的模样。我不由得笑笑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吴美丽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吴美丽仿佛看到了什么脏东西，神色慌乱。我不认识你。她凝眉，按起床边传呼气，想叫人过来。我身边的保镖此时回神，骤然夺下她身上所有能与外界联系的东西。吴美丽有一瞬间慌乱，强装镇定，咽了口唾沫，强撑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我摇头，嘴角缓缓勾起笑：“不想见见你女儿吗？”她一愣，似乎没反应过来。我没有女儿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不过我儿子在国外，等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一家团聚了。吴美丽脸上露出向往神色，显然她被陈鹤龙编织了一个美梦，以至于对后面的突发状况还没反应过来。我轻笑一声，自顾自开口：“别急着反驳我呀，听听我的故事你就知道了。从前有个人，他是小三儿。”我话没说完，吴美丽就炸了，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，手紧紧掐着我脖子：“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说谁是小三儿？”我抿唇，只是直勾勾盯着她。尽管我没解释，吴美丽还是自己带入了这个角色。保镖控制着她，她只能坐在床上静静听着。我把陈家母子和陈倩的恩恩怨怨讲了出来，随后从她身边抽屉里抽出一沓照片。那些照片赫然是朝阳的照片，但每张照片角落总能不经意出现干活的陈倩，瘦弱的身体在家里做着各种家务活，破烂不堪的衣服在这一刻异常扎眼。和朝阳的光鲜亮丽对比，陈倩就像小丑。吴美丽此刻眼泪止不住了，她哭了好久，似乎才反应过来，这些照片是你拍的。我笑着点头，将照片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。对呀，我怕你寂寞，又怕你想女儿，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让人送一沓照片过来。这张是陈倩6岁生日的时候，全家吃蛋糕，她自己在一旁吃馊馒头。这张是陈倩8岁的时候，全家一块出去玩，回来给朝阳带礼物，她在一旁收拾屋子。这张是陈倩18岁被送给老男人第一次逃回家的时候拍下来的。我越回忆说的越多。吴美丽眼神渐渐涣散，声音带上惊恐：“你别说了，何瑶，我杀了你！”床上的女人朝我扑来，我眉头一皱，闪身让开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好心好意给你送礼物过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吴美丽的声音凄厉，带着说不清的恼意。你怎么敢？何瑶，你就是个恶魔，我这辈子就算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吴美丽像个疯子一样对我动手，把能砸的东西全砸向我。我无语望天，后退几步离开房间。别以为谁都会惯着你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有本事你找陈家那母子俩去，别在这儿恶心我。我转身就走，不过突然想到什么，又提醒道：“哦，对了，陈鹤龙也被赶出家门了，你这辈子也没机会当何氏集团的老板娘了。”身后传来吴美丽愤怒的嚎叫声和凄厉的哭喊声，我却毫无波动。我又让人把陈倩死时的惨状送到疗养院。至于吴美丽会有什么反应，我并不关心。一进家门，昏暗的房间让我有些不适应。下一刻，灯光骤然亮起。生日快乐！我一惊，看到朝阳站在客厅中央，手里拿着一个别别扭扭的蛋糕。妈妈，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呢！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忍不住低下头遮掩。朝阳扑过来抱住我，我知道妈妈不喜欢过生日，但这次是儿子亲手做的蛋糕，赏个脸尝一口。我破涕为笑，接过儿子手里的蛋糕，吃进嘴里甜滋滋的。外公外婆当年去世的肇事司机找到了，确实是陈鹤龙的人。我手一顿，这么些年不过生日，就是因为在我那年生日，父母为了赶过来给我过生日出了车祸。果然吗？我神色复杂，遮掩眼里的情绪，俯身接着吃蛋糕，眼泪却不自觉落进蛋糕里。不知不觉，我把蛋糕吃完了。我笑着抬头，儿子，快结束了，以后妈妈就只有你了。朝阳抱着我，我感受到久违的温暖。温存被电话声打破，我接通，陈鹤龙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里响起：“何瑶，你个疯子，你到底跟美丽说了什么？”我擦干眼角的泪，扬起一抹嘲讽的笑：“
那能是什么？无非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。陈鹤龙，离婚协议书记得签字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。不理会对面的咆哮声，我果断挂断电话。和朝阳说了许久的话，我才觉得有些乏了。一晚上梦里全是爸妈临死的惨状，那种窒息的悲伤让我难过不已。我是被巨大的窒息感憋醒的，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对，这里昏暗的灯光，腥臭的气味，还有到处都是的灰尘。啪嗒一声响动，一盏大灯瞬间亮起，刺目的白炽光让我不适应地闭上眼睛。等渐渐适应了，我才微微睁开眼睛。狰狞的陈鹤龙出现在我眼前，他身上到处都是血迹，一身血腥味很重。何瑶，你可真是个祸害，老老实实当你的工具人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打乱我的所有计划？我这辈子有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沉默地看着他，许久，我才问出我的疑惑。那我爸妈又有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了？陈鹤龙顿住，好久没回应。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没想到他很快说出真相。你以为我想杀人？谁让你爸妈发现我和美丽的谋划？计划一旦终止，我们就再没机会了。不怪别人，只怪他们挡了我的路。他越发癫狂，神色也越来越难堪。我心口一疼，眼泪止不住落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几分窝囊，你就不是个人。他靠近我，嘴角的嘲讽让我想远离。何瑶，我也不为难你，给我5000万，我立刻离开。要求不算高，你应该会答应的吧？他的刀子贴在我脸上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毛骨悚然。下一刻，脸颊一阵刺痛，我感觉血珠顺着脸颊往下掉，血珠子让陈鹤龙渐渐癫狂起来。怎么还不情愿吗？5000万买你一条小命，实在太值了吧？不然再加上个条件吧，送我和美丽出国。我一怔，顿时抬眸看向他。陈鹤龙嘴角的弧度平了，他似乎想到什么，眼神中的阴沉让人不寒而栗。你喜欢见美丽，我让你们见见好不好？他把刀子扔在地上，转身进了角落的小屋子，推出一个轮椅。轮椅上的人和当时见的时候没什么区别，可最大的问题是紧闭的双眼。我一惊，眉头紧锁。他似乎看出我的想法，嘴角扬着笑开口：我怎么可能伤害美丽呢？他只是一时想不开怨我罢了，我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的。我看了一眼昏迷的吴美丽，她神色有些痛苦，大概是在睡梦中，可我心里毫无波澜。她也不是善人。空气沉寂许久，吴美丽嘤咛一声，悠悠转醒。她神色难看，嘶哑的声音打破氛围：陈鹤龙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他的愤怒十足。如果我此刻不是被绑着，恐怕会拍手叫好。我饿了。我平静地看着陈鹤龙，他刚想说话，一旁的吴美丽也拧着眉头，神色痛苦。陈鹤龙终于脸色变了，他瞥了一眼我，又看看吴美丽：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们买吃的。他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我没提醒他身上血迹的事。吴美丽目光落在我身上：你要逃走？此刻他神色不悦，似乎隐约还有些不耐烦。我望着外面，不跑留着让他发疯。我可以带你一起走。他突然狰狞地笑了：我巴不得你去死，又怎么会放你离开？被绑起来的手此刻稍微转动，便取出一个打火机，啪嗒一声，火焰燃烧起来，瞬间将我手腕边上的绳子给点燃。吴美丽吓到了，她慌忙起身想把火焰扑灭，可似乎身上没力气，只能坐在轮椅上干看着。我嘴角扬起一抹笑，仿佛手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疼痛。你特么就是个疯子！绳子被烧断，我终于脱离了椅子，低头一看，手腕上伤痕很重，看着有些狰狞。我忍不住皱眉，但想到能逃离，也就没了其他想法。算算时间，陈鹤龙该回来了。他匆忙打开门，看到里面的景象，第一时间冲向吴美丽，完全忘了先灭火。我轻笑一声，趁着他们温存时，趁机往外溜走。只可惜时间太久，房子已经开始燃烧。你还想走？身后传来陈鹤龙阴冷的声音。我笑笑，回身望着他：你的宝贝疙瘩走不了路，你不得先把人带出去。陈鹤龙瞬间回神，不再理会我，扛起吴美丽就往外冲。可此刻我身后一根顶梁柱坍塌下来，正巧砸在他们的去路上。我没有回头，直到来到安全范围，才打了火警电话。这地方偏僻，消防员赶来时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。陈鹤龙和吴美丽依旧没有出来。里面有人吗？我点头，没有隐瞒。有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人大概中了药，浑身无力，男人倒是正常。我语速很快，消防员快速冲进去救人。里面情况并不复杂，但听着那几声坍塌声和惨叫声，恐怕2人出了意外。果不其然，过了好久，2人才被救出来。吴美丽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窒息，此刻抢救无效。陈鹤龙被砸伤，他从担架上摔下来，大概是腿走不了路，在地上一点一点爬向吴美丽。这位先生，逝者已逝，您节哀。陈鹤龙爬行的手一僵，嘶吼一声：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站在一旁嘲讽地看着他。
你做错了什么？大概是因为你身上背了几条人命吧。我的声音让他转头看过来，看到我几乎完好的站在那里，他愤愤不平，转头冲我爬过来。美丽死了，凭什么你能好好活在这里？我会杀了你，给美丽和女儿报仇。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看着他，眼神带着怜悯。一个只有自我的人，只会把所有错误归结到别人身上。我抿着唇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砰！下一刻，陈鹤龙被朝阳一脚踢开。烂人，滚远点！朝阳痛恨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而后又心疼地看着我身上的伤，小心翼翼地给我吹着。可此刻，我笑了笑，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疼，唯有快意存心中。陈鹤龙被带走了，涉嫌杀人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婆婆想找陈鹤龙麻烦，陈鹤龙急于摆脱，最后杀了婆婆。得知消息时，我有些诧异，但也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朝阳一把抱住我，妈，以后我们两个自由了。我笑了，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，明天去改个名字吧，何朝阳不比陈朝阳好听。朝阳不反对，点头应下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我接到医院电话，陈鹤龙不配合治疗，伤口化脓溃烂，高烧导致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。简单来说，他还活着，但只会啊吧啊吧了。我听着这消息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所幸已经离婚了，他以后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